今天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抹茶柑橘洛代夫。这个面包的特点是无油低糖，还不爱老化，放3天内部还特别的湿润松软，因为它含水量高达86%，面包吃起来非常的松软 Q 弹有韧劲儿，麦香味浓，而且抹茶的微苦和柚子的清香搭配在一起，提升了面包整体的清爽度，有一种苦中带甜、酸中有香的独特感受，强烈推荐大家试试看，真的非常好吃。这个面包含水量大，在揉面上是需要一些小技巧的，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跟着我视频里的方法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开始先揉一个略干的面团，3档5分钟把材料混合均匀就好了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至少1个小时，我是冷藏过夜的，也就是水和法嘛，让面团先通过静置自己产生面筋。面团拿出来以后，先加酵母揉，揉到面团呈现一个比较有韧劲儿的状态了，拉扯的时候比较有劲儿，不太容易拉断，再加入鲁邦种或者波兰种，接着揉，揉到8、9分筋的状态，就是它可以拉出膜了，但是破洞有少量锯齿，然后再后加水，分2到3次加水，每一次都要被水吸收了再加下一次。刚加水的时候先调到2档揉，揉半分钟再加到3档，然后再4档、5档，就这样逐步提高速度，直到水分都被吸收了，然后再转2档，再继续加水，这样揉，最后所有的水都被面团吸收了，面基本上就揉到位了。揉好以后就是破洞光滑没有锯齿的膜，然后你拉扯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断，然后再加入橘子干和柚子干，这2个干都不用泡，直接加进去就可以了，揉匀了，然后就给它发酵。这面团不是特别湿黏嘛，你就给它用这种折叠的方式给它整理到表面光滑再发酵，给它放到28度的环境里发1个小时。1个小时以后你会看到这个面团变大了一些，但是它是横着长的，因为水分还是很大，面筋不够强，那我们要给它再折叠一次，给它增强面筋，把手用水打湿了再去碰面团，这样它就不怎么粘手了。再发酵1个小时，然后再折叠一次，这会儿可以看出来了吧，这个面团不像刚才似的横着长了吧，稍微有点高度了。这次折叠完以后就可以不用再折叠了，再给它发酵1个小时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分割整形了。1小时后直接给它分割整形，不需要松弛。这个配方可以做1个大的或者做2个小的，建议是做1个大的，因为做大的保水性会更好更湿润，但我是给它分开了做2个小的。如果分割的话，可以在中间稍微撒点面粉，这样切的时候不会粘刮刀。整形就直接这样上下折叠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怎么排气，如果有大气泡就轻轻拍掉，放到发酵布上发酵，28度发酵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，具体得看你那个酵母的活力，因为这个其实是应该用鲁邦种做的，如果鲁邦种的话可能是要发1个小时。发酵的时候就把烤箱预热上，烤箱里放上石板，然后用上下火230度预热。这个不用风炉模式烤，我之所以用风炉模式预热，是因为我觉得它升温能更快一点。发到面团是原来的1.5倍大，判断不好可以按一下，按一下可以看到它回弹的速度比较快，但是还有一个浅浅的指印，就发到这种状态就可以烤了。表面薄薄的筛一层面粉，然后给它这样割4刀，然后就可以放到烤箱里去烘烤了，放在烤箱的下层，放进去以后喷3秒蒸汽，然后把温度调到210到220度左右，这具体温度就得根据自己烤箱了。这个烤箱是新升级的卡式 750S， 它有喷蒸汽功能。这个面包烤3分钟以后再喷1次蒸汽，最后就是220度烤了30分钟，我感觉上次有点深了。刚出炉的时候表皮特别的脆，但是你摁下去的时候应该能感觉到里边特别的松软。但是这个面包不建议当天吃，至少要放1天再吃，因为它太湿黏了，口感没那么好。到第2天、第3天的时候口感会比较好。看我这第2天的时候切它真的特别的软。
在法国南边有一个城镇叫洛代夫，这个面包就是这个城镇里的一个普通面包，当地人不知道它叫洛代夫，只有外边的人才知道它叫洛代夫。这个面包的特色就是少量的酵母搭配大量的鲁邦，所以它非常的湿润，可以保存更久。日本还有一些师傅专门成立了一个洛代夫协会，专门推广这个面包怎么吃。专家们最推荐的吃法就是把它切片复烤，然后上面抹上有盐黄油，吃起来非常的香。但今天这个因为做的是抹茶的，所以复烤以后直接吃就行，你会体会到非常不一样的风味。